马人，等等。太君，先别开枪呢啊！那个大日本皇军呢，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，帮助我们建设呢这个王道乐土，这劳苦功高。这也快过年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温塘村的老百姓呢，给你们送点这个慰劳品，以表示感激啊！还是请您笑纳啊！哦，谢。啊，这都是今年的刚丰收的大白菜，大大的好。你做的不错。哎，是，只能3个人进去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好。那个，咱们3个进去。好嘞，你在外边。好，走。哎。慢点啊，慢点。马人，何やってんだ？是这样。那个太君，我们呢是来给你们送这个慰问品的。我们正把这个菜往火房送呢。よし。哎，那个，这菜都太脏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今年呀。排长，小心啊！团长，你先吃吧。好，不错啊。哎，大乖，试手榴弹啊，扔远点啊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一点不比小鬼子差呀！汪教授研制的子弹和火药都成功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但是别高兴太早了，咱们需要批量生产，还得赶紧寻找原材料才行。对，我这一直想啊，就这个做子弹的铜，咱们县委和县政府发动乡亲们，让乡亲们啊捐献，让他们想办法。放心吧，我们县委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谁身上带着铜钱呢？同志们，冲啊！
把手榴弹打成捆，炸出浓烟，掩护冲锋连从另一条路撕开鬼子的汽车阵，从背后给我狠狠地揍他们！坚持一下啊！来这边，进来。慢点，慢点。怎么样了？我的腿。坚持一下啊！再给你包扎。司令员，情况怎么样？日军龟缩在大田饭的东山上，依托4个坚固的大碉堡，负隅顽抗。碉堡？哪来的碉堡？停止进攻！停止进攻！撤回来！通知大部队撤回来！这碉堡啊，是武汉会战的时候国军建造的，日军占据以后一直在加固。据说这墙有2尺厚，而且连迫击炮都炸不透。他们把碉堡周围的杂物都清理了，我们的战士很难接近。这国民党的碉堡被小鬼子用上，炸掉它，必须炸掉它。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，对不住当地老百姓，炸掉它。司令员，可是日军的援兵或许已经在路上了。如果这碉堡久攻不下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越来越被动，甚至会陷入重围啊！给鲁东叫张振汉下命令，3个小时之内必须给我拿下碉堡。南下第1仗是属是赢，他来看着办。是。
不用3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就够。1个半小时？这事关你可别开玩笑啊！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开玩笑呢？郑军，你想怎么打？火攻，火攻，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写了好几次火攻，既有诸葛亮火烧藤两兵，也有魏军马谡失街亭。现在的日军跟马谡当时把营寨扎在山上是一个道理，他们都在坚固的堡垒里，看似是占尽了地理优势，实则是分散兵力，把自己孤立起来，置于危险之中。报告，说，司令员，2大队、3大队联合向支队司令部汇报，他们决定采取2大队尖刀连连长刘正云的想法，采用火攻，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面魏兵在街亭火烧马谡一样。想法不错，可是那碉堡周围已经被小鬼子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连一棵树都没有。你火多大才能烧进去？司令员，这火是烧不过去，但是这烟，它可以飘过去啊。烟？对，而且是加了猛料的毒烟。毒烟？注意隐蔽，喜德，拿点干草过来。好。志友，紧盯着碉堡，鬼子一出来，立刻干掉。嗯。可是你看看啊，现在连一点风都没有，烟怎么吹过去？啊，就算是有了风，你敢肯定那风就是朝着碉堡方向吹吗？司令员，昨晚的月亮有月晕，民间自有谚语：日晕3更雨，月晕5时风。也就是说，在今天中午前后会有大风啊！而且昨晚的月晕还有缺口，自民间的说法，缺口的方向就是大风的方向。这次我们把战斗的指挥权交给刘正云，我是完全的放心的。这就是勤读书、多学习的好处。没想到郑云可以从《三国演义》中找出打仗的灵感。他不光善于学习，而且更善于观察事物。昨天晚上他观察月晕就极其难得。起风了。家里拿点儿。郑云哥，你忘了，家里在医疗队呢，受伤了。同志们，冲啊！旅长，不到1个半小时，4个碉堡全部攻下，碉堡里的敌人全部歼灭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刘正云呢？啊，在青米战场。把2个团的指挥权交给1个连长，你俩胆大妄为，啊！司令员，唯才是用嘛。
旅长，这个战法是郑云想出来的，然后主攻部队也是他带领的尖刀连，所以让他指挥再适合不过了。是啊，可你俩想过了吗？一旦失败，南下部队将遭受重大损失，我要处分你俩。不过就我个人而言，提拔重用年轻人。贾烈，叫兄弟们醒醒吧。白老弟啊，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着这种部队呀，连店铺的门板也没动一块，他们去哪了呀？怕成是国军的吧？国军，他们就会扰民，啥好事也没干过，缴不了土匪，杀不了鬼子，就知道从咱们老百姓这要钱要粮。他们呀，肯定不是国军，那不是国军，那是哪儿来的呀？哎，别怕，他不想有恶意。老乡们，起得够早的。你们是啥军？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，就是当年的红军。红军？你说什么？你们是当年的红军？是啊，我们从北方打过来的。乡亲们，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！红军回来了！红军回来了！你们怎么睡在外边啊？昨天晚上进城晚了，我们这没地儿睡，凑合一宿，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，这么多人一点事都没有。哎呀，怕吵着我们，你们的心怎么这么细呀？啊，乡亲们，别瞅着看热闹了，把家里门都打开，好好招呼一下咱们红军部队。乡亲们，不用，真不用。是我们家的，让我们赶紧给你们做饭。这个更不用了，我们都自己带着干粮呢。哎呀，必须得吃我们一顿做的热饭的。是啊，这样，您呢要想照顾我们，就给我们烧点热水吧，2桶就够，我们就点干粮吃。你们就这么点要求啊？是啊，我们不能违反纪律啊。是这样，我们是先头部队，大部队还在后面，炊事班也没有，所以锅也没有，只能麻烦你们了。17年，整整17年，还是当年红军那样，一点都没变呢啊！白老弟，当年在这儿爆发了平江起义，好多人参加了红军，这是红军又打回来了。这事儿啊，我听我们政委团长说过，咱们平江啊是块浸满革命热情的土地。鸭子，你们真的回来了？我们盼了你们整整17年呢。大爷，我们这次回来就是奉毛主席的指示，要让红色精神重燃在南方，重燃在咱们革命老区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师长，南下支队在平江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县游击大队，同时还成立了妇救会和儿童团。总之，边区该有的组织和团体，平江县现在是都不少了。
还是王胡子利索啊！师长，平江县现在的革命热情是空前高涨呀，适龄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军。可是王震司令员考虑到还要继续南下，后勤补给会比较困难，所以呢，他就暂时没有同意再补充兵员。等南下支队稳定了以后再说。报告师长，南下支队发来电报，他们准备明天开始挺进广东，特向师长请示。批准。在电报上再附上几句话。南下支队已经引起了日、伪的极大痛恨，往后国军会把南下支队当作肉中刺、眼中钉。毕竟湖南是他们统治区的腹地，接下来南下支队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，要让全体指战员高度重视，在挺进广东的途中加倍小心。逸轩啊，转眼你在绥德已经4年了。是，寿山学长，让我办事不力。这些年，没有激化和工党的矛盾，挑起战火，愧对学长对我的栽培。这哪能怪你呢？只能怪共军太狡猾了，软硬不吃。我们使多大劲儿都没用。先前吧，校长总是顾忌国际国内的影响，总是觉得不能把事情做绝。现在不必了。现在校长允许直接动手了。咱们只是摸摸刀，擦擦枪。南方已经动手了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湖南建立着他们的民主政府，这是在党国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啊！校长很生气，严令广东、湖南、湖北的军队对这支南下支队进行威烈绞杀。据情报反映，这支南下支队就是你熟悉的359旅改编的。怪不得好久没有听到359旅在南泥湾的消息了，原来他们秘密南下了。359旅你太熟悉我，所以我力荐校长，让你出任第9战区驻防湘鄂103师的师长。校长同意了。学长提携之意，以轩没齿难忘。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啊，你也知道，我和戴李局长交情匪浅。这回我力荐你重回军舰，他不高兴。但是，这次我是为党国举荐将才，所以也就不管他的事儿了。谢谢寿山学长。哎，不必谢我。如果你能在第9战区联合地方的部队，把这支南下支队给我灭掉，就是对校长尽忠，就是对党国效忠，也不枉我对你苦心一场。以轩一定要把南下支队彻底歼灭，以报寿山学长对我的提携。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南下支队，在粤北陈兵15万。此时，湘、赣的国民党军队也紧追而来，妄图合围。中央军委思虑再三，指示南下支队果断放弃与东江纵队会师的目标，折回湘鄂。山西出发，过陕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，眼看就要实现咱们当初定的战略目标了，结果功亏一篑。现在国内外形势变化太快了，如果国民党还是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，自顾不暇的，他们巴不得咱们过来替他们当鬼子。但现在日本人节节败退，他们才有时间和兵力反过来对付咱们。是形势变化太快了，
也不知道咱们家那边怎么样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下目前的情况啊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可以说是节节败退，他们的海军被全部歼灭，可以说是迟早的事情。国民党军队呢，已经开始了收复失地了。咱们八路军、新四军要开始局部的反攻了。太好了！哎，咱母团也不能闲着，不能落在他们后面，赶紧出手。就是赶紧出手吧。团长，要不改天把清河镇的哨所给端了，那是平山县最大的哨所。这次咱们的胃口确实要大一点。胃口大？那打哪儿啊？打哪儿啊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吗？那是打县城了，对吧，团长？不是打，这回叫彻底的收复，从而呢打通了山西还有河北的交通线，让太行山东西根据地再次结合起来。太好了，我早就盼着这天呢。这一鼓作气，把那个中村太郎一刀也给劈了。团长，那就抓紧打吧。别太着急啊，这中村太郎啊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，现在的时局呢他也看得懂，我相信他最后一定开始狗急跳墙了。现在他们攻打县城呢，兵力是足够的，但是缺乏重武器，这样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伤亡。哎，团长，我打断一下啊，我书呢没你读得多，也没上过军校，大道理呢我是讲不过你，但是您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倍儿清楚，夫战勇气，四拼八稳咋打仗啊？要打仗啊，那就得有流血牺牲啊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那县城啥时候能收回来？话说的虽然没错啊，你们应该很清楚啊，平山的老百姓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的性命重于泰山。如果是惨胜的话，这一仗我宁可不打。团长说的对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日军毕竟啊底子厚，装备精良，城防巩固。团长是要好好琢磨琢磨。哎呀，总之啊，这一仗咱们也必须得打。怎么打咱们得商量。这一仗不仅要胜利，而且呢要打得好，打得巧。来，走，引，站住！快！嘿呀，走！嘿呀，走！2米。八九がいるぞ！快！有他了！这强攻县城啊，要付出较大的代价，所以呢，先不能着急呢，再折腾折腾鬼。团长，折腾。天河下面啊，已经折腾鬼子好几天了。咱们还得给小鬼子来一剂猛药啊！这样，鸽子，一会儿你带2个人，背一架迫击炮，悄悄地过去，给岗楼上的小鬼子2发炮弹吃。是。打开了！太君饶命！太君饶命！太君，昨天晚上八路炮击了6回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实在撑不住了。太君明鉴，太君饶命了！八路炮击，你们就指挥挨战吗？
太君，深更半夜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们只好当了一阵乱枪。哎，太君，要不今晚八路再来，我们出城去抓。报告，八路自有浑水魔君，如果丢了城门，你们都得死。太君饶命！统统滚下来！谢太君，谢太君。以后分组守城。是太君。喂，那不是红金顶家吗？他家怎么还有炊烟？啊，是红线，是红金顶家，红金顶家。旅长，您从大清早干到现在了，赶紧去歇歇吧。我歇什么歇啊？啊，我一个旅长搞特殊化，可是，别那么多话，干活。旅长，哎，俺们一定干出个大丰收，给您长脸。嗯。刘二，来，把手给我看看。怎么了，旅长？把手给我。来，停下，过来。走。我看，你瞧瞧你，啊，这手都起了血泡了，又疼又影响生产，都没人跟我说。旅长，这都是小伤，没事儿。哎，继续干，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我的步兵旅都成了炮兵旅了，那战士们的手上全是炮，疼得连活都干不了。想办法，旅长。治疗血泡的最好办法，那就是静养。可大生产这么忙，怎么能歇着呀？血泡要是大了，那就把它挑破，上点消炎药，这样可以避免感染。可是目前咱们医院最缺的就是消炎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反正我不管那么多，你给我想办法，我绝不能让战士们的伤口感染了。想想办法。好吧。玉华姐姐，咱们现在都到南泥湾了，你也不去见见任政委吗？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全旅上下手上都是血泡，垦荒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。我如果这个时候再过去，那不是给他添乱呢吗？嗯，我现在也不想去见振云哥哥，你看他们手上全是炮，咱们现在要药没药，这要法子也没有法子。这次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的特别厉害，就是延安那边药品也是非常匮乏的。我看王旅长想弄到药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唉，走吧。
这局势啊，真的是挺难说的。团长，政委，哎，郑云，你们看，哎，这血泡怎么干了？是啊，怎么好这么快啊？就因为这个。哎，咱们请团领导让医生鉴定鉴定，值不值得全力推广？好，坐下，坐下说。你是怎么想到用野蒜的？昨天收操之后，我想抽空拾狂粪，经过一片野蒜地的时候，我就挖了点儿，我呀就送到炊事班，想给同志们改善改善伙食。但是在我剥蒜的时候，这个蒜汁儿啊流到了我这个血泡上头，这手跟针扎了一样的。我放在水里洗了好几回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想这回手完蛋了，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儿，今天早晨血泡全好了。我就赶紧过来跟你们说，看看这个行不行？团长，政委，你说这算不算是误交不成数啊？这可算偏方治大病啊！郑源，这也算是一个重大发现了。我们都知道这野蒜啊可以杀菌消毒，谁知道还能治血泡？呵，真是咱们359旅的大幸啊！看来啊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向旅长汇报。郑云，你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血泡这关总算过了。看来啊，咱们今后要面对的还有很多困难呢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，每天每个战士只有8两带壳的粮食和1碗小米粥，很多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比如说6连的副连长就是因为营养不良，导致视力大大的减弱了。现在锄地连青草和苗都分不清楚了。没想到啊，这垦荒南泥湾比打仗还要可怕。看来，咱们得再坚持坚持，熬到粮食丰收的那一天。玉华姐姐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你自己就那么一点点时间，全都给我教字了。嗨，跟我还这么客气啊？哎，玉华姐姐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啊？我看看，穗，麦穗、谷子穗，都是这个穗，穗。我记住了，穗。真希望咱们南泥湾的麦穗和谷子穗都能快点长起来呀。对呀，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，等咱们大丰收了之后，我给大伙唱一首陕北小调。也不知道那会儿我能不能唱得好。你平山小调唱的都那么好，唱陕北小调肯定也没问题。哒哒哒滴哒滴哒，嘿，哒滴哒滴哒。我还是得好好学习学习，不然啊，到时候唱了，大伙又得笑我了。不会的。大壮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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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没有心跳了。大壮，
这是过度劳累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才导致了他的胃严重受损，造成了胃部大出血。可是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大壮有时候经常会喊饿得胃疼，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饭量太大，说忍一忍就过了，不让我告诉其他人。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我。李长，敬礼。李弼。道长同志，咱们就要丰收了。朱老总鼓励你的话就要实现了。老总说，等咱们丰收了，让你把白面馒头吃个够。可为什么不吃？为什么一个都不吃就匆匆的走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安心的躺在这儿吧，道长同志，我们把你葬在这儿，就是想让你看看南泥湾一天一天的变化。南泥湾由杂草丛生、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变成良田万顷、鲜花满地。好地方来好风光，到处是庄稼。你说咱们这粮食运到延安，毛主席能吃上吗？能，一定能。听说吴斌一个人去王母村了？是。太君，这是我的管家洪敬才的亲戚报告的。我不相信别人，我要你亲自带队去一趟王母村。如果消息属实，就把吴斌给我抓回来。如果八路军5团的政委在咱们手上，就算是刘继文，他也有投鼠忌器。到时候，我们就逼他停止骚扰我们的手所。嗨！二爷，二爷，二爷你怎么样？二爷，给鬼子当走狗啊，就应该是这个结果。这是红二子应得的下场。是啊，团长，当汉奸呢，早晚都会遭到恶报。咱们平山团的战士有很多受过红二子的欺凌，把红二子的下场通报给平山团的战士，让他们呀出这口恶气啊！是，团长。终于彻底争气了，姐，你的气真回来了，你总算可以安心的走了。姐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气现在真回来了，可是现在比红二子狠毒10倍的鬼子们，他们还在残害咱们的姐妹，所以，我们现在还是要打仗，还是要流血，还是要为咱们的兄弟姐妹们争口气。郑源，旅长来指示了。走。全旅大比武。啊，没错，
这次比武不仅要比军事技能，咱们呢还得要比文化。比文化？文化咋比呀？打仗又不是考秀才，俺们大字不识一个，咋比？旅长啊，知道咱们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识字，所以才下定决心让全团同志学习文化。哎，大家想想，咱们以前天天打仗，没时间学习，现在这么难得，抓紧这个机会，咱们得好好学习，补补课。团长，这打仗靠的是枪法、投弹和搏击，这和识不识字儿有啥关系啊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如果说我们识字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得懂报纸，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的局势跟形势，缴获过来的新型武器，我们也懂得使用的方法。还有啊，如果我们缴获了一张敌人的地图，识字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了解敌人的战斗意图。如果不识字的话，那不就是废纸一张了吗？可是我们又忙生产、忙训练，哪有时间学习啊？志勇，就你话多。哎，志勇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咱们旅长跟我们同样训练，同样劳动，他可比咱们忙多了。可是旅长他以身作则，现在已经开始背诵古文，他的任务是1周1篇。就是的呀，咱们旅长都天天学习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偷懒？这样吧，咱们呢以后每个连的学习情况，隔2天就向我汇报一次，最好呢就以班为单位组成学习小组，结成这个帮扶队子。总之呢，咱们从明天开始，这学习文化任务就成为咱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咱们要把它当成攻坚战来打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抗战到底。毛主席发表意见。小何，哎，叫你写你的名字，看着啊。朱。小。何。看见了吗？你写下试试。你看我写的怎么样？写的呀，没毛病。但是呢，写字儿要横平竖直。这写字儿呢，跟打枪练投弹是一样的，只要你刻苦，哎。你看，就能写好，练一遍。哎，正宇哥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儿？楷，同仇敌忾的忾。哦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呀，就是信郑云不信我。不是不信你，我信你都错了2回了。那个狭隘的爱，他读成了狭义，对吧？不爱读成了不阴。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啊？我好歹也上过1年多的学啊，秀才认知识万边呢，偶尔错2回无所谓，大多数都是对的嘛。志勇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啊！这学文化不能马马虎虎的，不懂的字一定要问别人。久而久之，当了一个白字先生，还有人信你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现在这就是教训。行，我改。报纸可是全团共有的啊。又不是单属于你们尖刀连，郑宇哥，占用时间也不短了吧？也该让我们读了啊！哎，你还给我！哎，讨员说的对，这报纸啊，大伙轮流看。还是郑云明失礼。你，哼！切！哎，郑宇哥，你看他得意的样儿。这回赖你自己，平时不好好学习。那下回新报纸送来，你先看啊。报纸那么缺。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咱们呢？这倒是。不过我倒有一个法子，咱们晚上可以试试。这你小时候没发现你会这个呀？郑宇，重要的新闻都已经抄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这封筒也扎好了。
行啊，郑云，教学做好了。大家听我说啊，党的7大呀，明年上半年要在延安顺利召开。而且各边区、军区呢，会选出一些参会代表。这灯笼真不错，亮堂堂的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。是啊，可以搞高一点，然后都能看得到。没错。这灯笼是4方的，4面都是新闻，旋转一下就可以看下一篇新闻了吗？哎，这样既节省了报纸，学习效果还不错。哎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啊。是。政委。政委，好啊，好一幅南泥湾阅读图啊！这个灯笼报做得好，还是郑云有办法。这不是大家都抢着看报纸吗？这我也是被逼的。郑云同志又为咱们团增添了一项发明创造，明天我就跟里长说，争取全旅推广啊！嘿嘿。进。团长，你找我有事儿。坐。好。来，把你的诗歌还给你。您每首诗底下都做了评语。我以为您没时间呢。我再忙也得写评论啊！你这个小诗人的热情，我也不能把它扑灭了。团长，您过奖了。我可不是开玩笑啊！您小子写诗还真有灵气，要继续努力啊！您仿照《静静的顿河》这本小说写了关于怀念你家乡的2首新诗，语言真是清新淳朴，感情真挚自然。真的是很不错呀，团长您太过奖了，我那只是小打小闹，这拿不出手。但不过团长，我愿意学习，向您学习新诗，还有尤其是古典文学，像戏曲和诗歌。你什么时候对戏曲跟诗歌产生浓厚兴趣了？我以前没听你说过呀。我有一个女同学，特别喜欢古典文学，尤其是《牡丹亭》和《红楼梦》。啊。我看不止你同学这么简单吧？不过你说的对，你要是想让他打心眼里佩服你，你还必须要提高你的文化素质才行。是啊，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，我想跟他距离拉小一点。这样吧，我呢有一本珍藏多年的手抄本书籍，我借给你看吧。珍藏多年手抄本书，什么书那么珍贵？《红楼梦散套》。这是一本戏曲作品，是清末金石山民写的《红楼梦散套》，它是根据《红楼梦》改编的昆曲剧本。它的曲词风格非常接近《牡丹亭》。这本书不多见啊，我是在北平上学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个手抄本，我一直把它珍藏至今呢。太好了，他就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我要把这个《红楼梦散套》完全读懂，他肯定特别佩服我。谢谢团长。哎呀，不客气。我看你这个女同学，跟你的关系可不一般啊。行，你回去没事的时候多读读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，随时来找我。好，团长，谢了，走吧。给瑞雪写信呢？
哎，你说瑞雪要是知道咱们部队要南下，能不能千里迢迢过来给你送个别呀？相见正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？你这是又跟我拽词儿，郑云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你写吧啊，喝点水。一定要挨家挨户全部都落实一下啊，一个都不能落，不管是国军还是咱们八路啊，都是为抗日牺牲的嘛，是不是？老陈，老陈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，走了，你先去啊，抓紧。同志好，翟同志好，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是去哪儿了？嗨，我这不各个村转转嘛，看看这个抚恤军落实的情况嘛。哎，大春，这事儿还真不那么好办。我再三叮嘱各村村干部啊，如果一旦发现哪个村有国军牺牲的烈属，咱们发放物资的时候把他们也兼顾上。你说是吧？都是为抗日牺牲的，都是中国人啊，对不对？做得对，老陈啊，你现在可把我们党的精神贯彻的越来越到位了啊！必须的啊！哎，行了，大春，不说我了，你这回怎么样？到边区开会，边区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指示啊？我们党啊，准备在延安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而且边区领导做出了重要指示，要求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各县委。还有各民主政府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7大的召开。另外呢，鉴于咱们平山县对妇女工作做出的成绩，边区特意分配给咱们平山县委2个妇女代表的名额。2个名额？对，这是对咱妇女工作的充分肯定啊。对。哎，不是，那咱7大，那是不是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毛主席了？那是啊。好啊，这个。派谁去呢？江旭和慕容瑞雪。他们2个都是妇女干部，只能去1个。另外啊，再从拥军模范当中选1个。群众代表。对。好，对，是得有个群众代表啊。这样，老陈啊，我回去还要安排一些工作，那就辛苦你去一趟妇救会，和江旭和慕容瑞雪沟通一下这件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快去吧。好嘞。这次7大，你就跟任冠秀大娘一块儿去吧。到了延安，顺道可以看看郑云。你都好久没见她了吧？我不去了，婶儿，还是你去吧。我之前收到了郑云的信，他信上说要去执行任务，这次恐怕得1年多的时间没法给我写信联系了。傻孩子，那你更加得去呀，这不得当面鼓励他吗？恐怕等我到了延安，他都已经走了。他信上这么说，要这么长时间没法给我写信联系，看来这次执行的任务应该十分艰巨危险。我觉得我不能去见他，我怕我见了他，别的让他分心了。所以我想着，我还是等他回来吧，等抗战胜利了，等他立下战功，带着大红花来见我。你呀，我看你呀是指着他带着新郎官的花儿，穿着新郎官的衣裳来娶你，对不对？婶儿，罗帕如霜雪，丝丝织情结。魂愿随帕往，伴君轻几夜。未是龙泉剑，未问英雄血。如入君怀袖，烽烟共相携。此心同君去，此身立故街。青梅旧时诺，西窗新蒙月。何年16树，可惜
征人车。玉华，这次我们南下没有根据地，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。你不会怪我主动报名参加吧？老人，从我喜欢你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25000里长征都走过来了，晋察冀的枪林弹雨也走过来了。这次南下，你一定会完成任务，一定平安回来。我走以后，千万要照顾好自己。咱们的孩子是在我离开陕北以后出生。这样吧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就叫他李闪吧。李闪。好，我就叫他李闪。咱们的孩子将来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仇恨的世界里。如果万一，千万别为我难过。毕竟我们是为了孩子，为了你，为了身边所有的亲人。老人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放心的跟部队走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下面宣布，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120师359旅抽调一部，组建南下支队。王震同志任支队司令员，下辖3个大队，支队共计3800人。南下支队告别陕甘宁边区以后，东渡黄河，翻越山西吕梁山区，而后南下到太岳军区，稍作休整之后，再南渡黄河，进入河南。至此，南下支队的行踪和作战意图被日伪军侦察到，他们不断围追堵截。在经历了大大小小10几场战斗之后，南下支队的开路先锋2大队到达豫南。目前啊，这日本人对我们南下的军事意图尚未摸清。